Hello，大家好，这是这个系列第一支影片。那这个系列是我对于我的课程 Git、Docker、Cloud and Linux 这个短课程啊，其实只有3周的一个短课程的一个补充。因为这边头想要讲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在3周的时间其实塞不进去，所以我这边拍了一系列计划，拍一系列比较简短的影片，然后呢来补充说明一些我想要介绍的工具，因为在命令列下面的工具有非常非常多。在介绍之前，我要先选择我想要用的 Terminal Emulator。那当然，其实每个 Terminal Emulator 其实都差不多啦，至少在过去来说是这样子的。虽然它有一些大家有不同的喜好和偏好，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是 Console、KDE 和 Console 特别在 Linux 下面的时候在 Windows 下面我会用 Windows Terminal 比较多可是呢，因为现在 AI 比较风行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我这边会选的是 Visual Studio Code 里头的 Terminal，然后用里头的 Copilot 来当做辅助。当然有些其他的选择啦，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喜欢的 Terminal Emulator 有包含了像是 Wisdom 这是应该也蛮多人喜欢的。然后 Windows Terminal 应该也有它的爱好者，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搭配，比方说 GitHub Copilot 在命令列下面做一些提示，那是都可以的。那针对 AI 的最有名的应该是 Warp Terminal。这边这个不是这个是 Warp Terminal。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Warp Terminal 的界面。你可以让他说比如说我可以问他说list files in current array，列出在这个目录下面的档案它就会给你一个指令，然后你就按 run，然后它就帮你把档案列出来。你可以看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档案目录，那当然这是因为教学的关系，所以里面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呃没有用的档案，但是就列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东西。那不过因为我没有用它，原因是因为它过去主要是在 Mac OS 上面，那我没有在用 Mac OS，这台其实是 Windows。那 Windows 上面其实没有 Warp Terminal 不过后来在 Linux 上面有 Warp Terminal 版本了。那这个其实是 Linux 版本，跑在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下面。那所以还是可以跑，只是主要是因为我不是那么熟所以就没有把它当做我主要的使用来源。那另外一个可能用的是 Cursor AI 这是 Cursor AI，我先把它关掉。那它本身也非常多 AI 的部分，旁边有一个 Chat 的，然后很多人喜欢用它。不过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 Terminal 上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说啦，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 Control L 被拿来当做打开这个 Chat 界面使用的，然后在这个 Terminal 下面，这个也是完全是可以拿来用的。我这边按了 Control L，你可以看到，但是在我自己的 Terminal 使用习惯下面，Control L 是一个我特别常常用的一个快速键，用来当做清除荧幕比方说我这边 list 一堆东西我们就直接 find 好了，这边列了一堆东西出来。那我要清荧幕的时候呢，就直接按 Ctrl L 本来应该是按 Ctrl L，但是因为这个你看它就跑到右边去了，这跟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然也不是不行我这边可以打 Clear，荧幕就清掉了。可是跟我想要的不一样所以使用习惯比较不一致。所以我这边主要会用的是 Visual Studio Code 下面，它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好的所以一样，我这边可以 find 一下，列出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然后我现在按 Ctrl L，它清掉，比较符合我的使用习惯。好，那说完了有关于 Windows Terminal 应该说是 Terminal Emulator 的选择。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一些跟目录相关的东西啊，因为我这边的主要对象是设定在非常的初学者啊，虽然我现在没有很详细的介绍这个课程的目标以及用途，但是你可以知道，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很想要接触资料科学啊，很想要接触 AI 或者程式设计，那中途可能就会碰到像是这种命令列的东西，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也有可能他本来就会程式设计，但是他原本熟悉的可能是 Windows 啊，或者是其他的图形 IDE 的环境，甚至他可能甚至用的是 Linux，但是从来没有进过 Terminal 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主要的服务对象其实是像是原本比较没有接触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可能要先介绍一下比较基础的东西，好，包含目录是什么，好，档案目录是什么。那在 Linux 的命令列下面有一些指令可以让你去看到目录，好，比方说用 tree，你可以看到接下来所有的内容，好，就是里头所有树状的内容。那原则上目录看起来是有点像树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完全是。我可以把这边东西加上一个 dash 大 C， 然后 less， 我先 Ctrl L 就让它上去好了。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用 Ctrl L， 因为特别在教学的时候，希望把东西清到荧幕最上面。好，我可以把它来用 less 之后做一个 pipe， 我把前面的 tree 的 output 导向到 less 这个 viewer 里头，然后去看里头的内容。就可以看到里头还蛮多的整个目录啊，本身就是一个树状的结构。好，那这是就有点像 Windows 的目录。那跟 Windows 的目录有两个最主要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 Windows 会有一些像是 C 槽、D 槽、E 槽这一类的不同的 drive， 在 Linux 的环境下面呢，它原则上就是有一个根目录。那所有东西，如果你有其他的所谓的磁碟机，那你可以把它 mount 成一个目录，可以把其他的磁碟机挂载在我们的根目录下面的某一个子目录下面，然后去存取它。比方说，因为我这边刚好是 WSL 就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它有偷偷的把 Windows 本身的 drive 挂载在 MNT 下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C 槽C 这边有一个C 槽，我们再进去那个 C 里头，CD 的话就 change dir change directory 可以改变你的位置，所以这边下面其实就是 Windows 的目录，我列前面一点点好了，看看前面的一些档案，所以好，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标准的 Windows 的档案，然后呢，它另外这边呢还有 WSL 跟 WSLG 因为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它要让你有办法呈现一些图形界面，看我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我把它拉过来因为它不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你刚才也看到，就是那个 Work Terminal 其实也从这边跑出来了。但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视窗程式就叫做 Xeyes。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办到的呢？它既然是一个虚拟机，那它怎么办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它这边偷偷跑了一个跑了另外一个也是有点像虚拟机一样的一个小系统。那这边它会负责有关于图形界面的东西，作为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系统跟图形界面中间的一个桥梁。好的，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有几个目录当然你可以进去看看它下面的内容这个倒还好。你看到这边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系统，里头有不同的一些内容，看起来不太像，但是总之它会有一些东西在里头，有一些目录在里头。
好，那 CD 这个东西不难啊，但是它有一些所谓的缩写在里头。第一个，如果你直接打 CD 的话，它会回到你的加目录。那我这边的加目录的话，我用 PWD 可以看到我的加目录是在 Home 下面的 TJW。那有一些简单的缩写，比方说 tild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加目录的意思。那你可以比如说到加目录下面的，跟它其他东西组合在一起。啊，你说我如果直接打 CD 就可以回到加目录，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加目录的缩写？因为你很多档案是在加目录下面的，你有时候不是只是要跳回家而已，你有时候希望的是能够存取加目录的档案。比方说，我可以到或者是 ls 它，那我可以少打很多东西，原本我可能需要打，但是我现在只要打个 tilde，好，上面你看上面这个 tilde，其实做到的是一样的事情。那另外呢，还有什么简写呢？有一个有趣的简写叫做一横dash 这个短斜线啊，回去之后它可以到前一个目录，你的前一个目录里头。所以我再回去又跳回 src 了，所以我在这两个目录上面跳来跳去。那如果你想要到你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只有两个目录，它等于是帮你暂存一个目录。如果你想要暂存更多的目录呢，其实你可以用 push 比如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在 TSW， 那我可以 push D 这个东西等于是把一个 directly push 进去以后，那到我的 dir， 我现在要跳到我 dir1， 所以我现在就到了我的加目录下面的 dir1， 但是我已经把刚才的那个 dir1 push 进去了，到一个 stake 里头。那我现在只要 pop D， 我就可以回到前一个目录。好，所以当然因为这样子，刚才这个东西你只要用那个减号，其实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了。但是它的优点是我可以做好多次。好，我先到 dir1， 好，又到，好，这边我刚才没有讲到，但是反正它很常会碰到的东西就是另外一个缩写。那这缩写比较像是系统里头的一个惯例因为刚才那个 tilde 有点不太一样，还有减号也不太一样，它是在 bash 里头去，我们现在用的 shell 其实叫 bash 在 bash 里头被展开了。那但是点点和点它是在整个作业系统你在档案存取的时候本来就可以用到的一个名称，它在那个 C 语言里头可以用，在 Python 里头也可以用。那点点指的是上一层的目录我们所谓的父目录或母目录叫 parent director。所以我 push 点点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前一层目录，然后我再 push 我刚才其实不是想做这件事情我刚才其实是先 pop D 回来我刚才其实想做的是 push D， 然后 D 上一层目录就有加目录下面的 dir2 其实我也可以用 tilde 因为现在在我的加目录下面了，只不过大部分人都思考其实是在局部思考的，所以比较合理的是上一层的 dir2 下面，我可以不用知道我这个 dir1 其实是在我的加目录，它其实是但是通常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所有事情都在加目录下面做，所以比较常用的其实是点点点这些东西。好，所以我现在 push 到了 dir2， 所以我现在已经跑到 dir2， 所以我这时候如果第一次 pop D 的时候，我会回到 dir1， 再 pop D 的时候又会回到我的加目录。有的时候还挺好用的，特别是你如果是在写一些像是 shell script， 它是有点自动化了，那它总之就是一直要往下跑，然后慢慢的要回去，你可能要进到一个目录，然后再回去原来目录，那它可能会进好几层，有点像函数去呼叫函数一样，你往下扣一个，往下扣一个，然后传回值这样子。那有一些在函数比如说在 C 语言然后实做它的函数传递的话，可能标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 stake， 那这边也是类似一样，只不过它进去的东西是目录所以不断的 pop， 然后 push， 你可以呼叫下一层的函数或呼叫下一层的 script， 然后呢可以
保有让你的那个所有东西你的目录在你回到你的上一层的，不管是函数 calling 或者是上一层呼唤你的那个 script，你都可以确保你的目录没有被改变。哦，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写法。哦，但是一般来说，我其实非常少用到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配合的东西是比如说我这边到 src 好了。好，dirs 或者你可以用 dash v 可以看到现在在你 stake 里头的东西。不过说实话，这个东西我其实还蛮少用了。就除非你要我觉得除非你在写 script 之外，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有实用价值。就我的用法来，我相信还有人应该会把它用的非常熟，然后平常都在用，一定有人，我不知道多还少但是我不是这样子我不会用它。那如果我真的会需要在好几个目录下面工作，有一种做法我会用 tmux， 然后在 tmux 中间切换，然后这我之后也会讲到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东西呢是比方说我现在在工作的地方是在 dir1 dir2 下面，我现在在 dir2 下面，我可能会常常去存取到 dir1 这个 dir1 可能在很远，或者是刚才的 src 下面有一个叫做 instant whisper 的那个目录，我会用到一个指令叫做 link ln。那通常用 link 的时候，我们会用 symbolic link 或者可以算是比较像是 soft link 比较软的连接的东西。好，我会把刚才的比如说dir1 这个东西呢连接到我现在这个目录下面。好，你可以看一下。好，我可以把刚才的 dir1 连到我这个目录下面，所以我只要存取的时候，因为我只要用相对位置嘛，比如说我要看它内容就 lsdir1，或者是我要看它的大小，里头那没东西所以当然是0。好，那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目录要用，比如说刚才的那个我们用完整的目录src 下面的 instant， 那我希望它连到这边，但是我觉得那个 instantly fast whisper 又太长了，你就直接叫它 whisper。也可以。这时候你看到我现在下面有2个档案，一个叫做 dir1， 它就直接连接到了 dir1，副目录的 dir1 parent directory 下面的 dir1， 然后有个叫 whisper 的就连接到 src 下面的 instantly fast whisper。我可能又要再连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目录下面的 mini forge， 我可能下面的 envs 有吗？有 edu 其实应该切到这个才对了。然后我想把它连到我这边来。好，那你就看到我就在这3个，然后我就可以在这3个目录下面比较快速的去运用。所以这个symbolic link 其实在很多地方非常有用，特别是如果是以资料科学来说，或者你在训练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整个资料集的档案非常大。好，那你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切分，不同的 training test validation 不同的切分，第一种切分，第二种切分，第三种切分，然后它里头的东西可能是一堆图片，里头是一大堆图片，那你需要把第一种切分把它变成 train， 然后 validation test 把它分成3个目录，然后第二种切分再拷贝一次，第三种切分再拷贝一次，那这样就太复杂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建一个目录叫 train， 里头的所有的 image 都是我们可能有一个 data 的目录下面把所有图片放在这边，然后接下来我建一个 train 的子目录，然后 validation 的子目录和 test 的子目录，下面所有图片都是像这样 symbolic link 过去那些图片，所以它就占的空间就比较小一点点。它可以占比较少的空间，因为它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连到那个档案。当然还是会占一点空间的，但是你的那个档案内容如果很大的时候，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当然，你要是一开始那个演算法训练，在训练的演算法设计的好的话，它可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比如说你读一个档案的内容，一个什么 txt 档，一个 list，哪一些是 training， 哪一些是 testing， 哪一些是 validation，这样其实更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拿到的东西可能都已经写的比较死一点，它就是依照它的目录去这样做。
然后那这是一种方式。那又有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情境啊，就是说可能你有好几个不同的目录，然后呢，你可能要把其中一个目录当成 input 啊或者 training，那另外目录就当成另外一个用途。好，那它原本的档名是别的档名，那你不想动它，那这时候你就 symbolic link 那个整个目录过来，然后你可能建一个子目录，然后在这个子目录下面可能是你的新的 data，然后这 data 好的 input 是什么 ，training 是什么，一些 validation 是什么，你就直接把那个目录连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快速的整合，又不占空间，又不需要帮东西搬来搬去破坏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那还有很多用法啦，比方说我现在的这个系统里头有 Windows Subsystem、Linux，也有本身的 Windows 的系统。那里头的话呢，可能都会需要用到一些共同的一些设定档，比方说 SSH 里头的一些 key 啊、config 啊或设定，我其实就可以把它 link 起来，在我这边就 link 到 Windows 本身里头的，那就可以直接用两边用一样的东西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用的。那在这边比较算是 beginner 层级的地方呢，非常强烈的推荐来使用这个，因为这可能是你在 Windows 里头比较少用的。虽然 Windows 里头也有档案系统，你也可以做一些 link，但这个可能是大家在没有命令列经验的情况之下，甚至有一点点命令列经验的情况会忽略掉的东西。好，提供这个工具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